但被对方对啊，休息的时间很重啊！又一垒，我估计很难再站起来了。这绝对是你见过打韩国人最狠的一场比赛。河南腿王用势大力沉的12路铲腿，当场踢废韩国选手双腿，对手最后连路都走不了，只能被教练背下擂台。好，观众朋友们，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正是小汉奸辛和泰。这个小子以前也是一个中国人啊，但是到了韩国留学了几年，结果竟在韩国学起了跆拳道啊，拜了一个师傅，并认了干爹。你没有听错啊，认这个小泡菜啊为干爹。如今他已经更改了国籍，成为了一个地道的韩国人啊。这一次他也是奉他师傅的命令回中国踢馆，赛前更是有嚣张的嘴脸表态啊。本场比赛会让我们中国人知道韩国跆拳道的厉害。好，韩国跆拳道主攻腿法，然而这场比赛我们中国选手眼前的选手他也是一位腿法高手，他就是竹剑张春雨。张春雨来自我们中国河南啊，腿法也是非常的厉害，他学的是12路铲腿。也许您听过，也许没听过啊。12路铲腿呢是招式多，变换快啊，进可攻，退可守啊，一个变换。小眼吧唧的，这样还挑眉，哈哈，还抛眉眼儿。好，比赛开始，看一下红方选手张春雨，蓝方选手就是小汉奸辛和泰。好，双方一上来便开始切磋腿法，两个人都是腿法高手。对方是跆拳道，而我们这边呢是中国武术，传统武术。哎呦，漂亮！给对方摔了一个大跟头。我们注意看张春雨的肌肉类型非常的漂亮啊，很扎实。而对方好像是泡菜吃多了，你看吃的是浑身都是，没有什么肌肉，很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样。他太报价太开太散，而且在不能很好的预测对方的动作。对方出拳的时候，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上身、手和头的动作。对，但是我觉得像日韩选手像这样的，还是不能太小看他，因为比赛刚刚开始。而且像他这种体型，在韩国选手里面很多肌肉类型不是很发达，但是他的这种节奏跟粘性啊特别的强。看张春雨每次的前手刺拳都能够把对方的头打得明显的后仰位移。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感觉这个韩国选手啊，这个小汉奸呢，他在韩国学的第一课就是如何挨揍，粘性不错，韧劲也不错，即便被张春雨呢打的是脑袋像个拨浪鼓一样啊，但是就是不退，很抗打啊，非常抗揍。好，戏法。知道张春雨在昆仑决啊，出名的一战就是跟我们的泰拳王脱球有一战，力战3局啊。张春雨这次打得非常聪明，一直在用前手控制，一直在前手的一个平握很重，没错。他的前手的命中率实在是太好，对，控制的距离特别好。没错。韩国选手金和泰现在根本就任何动作都打不出来。大家伙可能看到现在张春雨的是略微的被动啊，对方好像很主动啊，但实际上观众朋友们，对方啊确实主动，但他不是主动进攻啊，他主动挨揍啊，把这个脸你看伸过来，让张春雨随便打，一出就有，将近100%的命中率啊！又是低扫很重啊！一次腿法读秒，看来12路闪腿和跆拳道的腿法，谁强谁不强已经高下立判了。好，我们看看张春雨能不能提前结束比赛，瞄准了他这个腿啊！对，前手的互换漂亮。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观众朋友们，您觉得张春雨的12路闪腿和这个韩国小汉奸啊，他的跆拳道哪个更强呢？总而言之，我目前看下来的话，这个跆拳道的腿法还真就是花拳绣腿。我们经常在电视当中啊，能看到韩国跆拳道这个踢木板啊，啪啪啪一踢啊，踢碎好几10块，有的还能跳起2-3米高。看起来非常的花哨，非常的帅气，但实际上呢，和表演没什么区别。又是低扫，
觉金和泰已经开始要玩命了，对，压快了节奏。就他虽然被屡屡命中，但金和泰也是转身拳这下好中，但没中。啊，又是一个低扫。如果张晨宇还能有机会对对手的这个前腿支撑腿再加2到3个完全命中率的这种低扫啊，我觉得会提前结束比赛。因为这个肌肉的损伤疼痛是很难恢复的。啊，又一腿，果然！哇，这下对方的小腿啊，绝对是疼的受不了。你看对方啊，已经是长跪不起，哦，还能站起来。看来张春雨还得使把劲儿啊，对方的这个小腿还没有被踢断。张春雨再加把劲儿，我们就像砍木头啊，砍这个柴火一样，砍断他的小腿。晋级之路一样，平头啊，推了，再低扫，再后手，击腹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打挺进近身了，没有推开，因为你近身一旦被对方搂抱，对啊，变成休息的时间，对，你就拉到中远距离，该怎么打就怎么打。对手的这个腿还是非常的明显啊！啊，又一腿！啊，我估计很难再站起来了。8秒了啊，扔白毛巾了！白毛巾了！哦，投降了！现场的韩国，他的干爹，他的义父扔出了白毛巾啊，选择了投降，没有错，非常的精彩。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张春雨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太精彩了。那张春雨你可能不知道，观众朋友们，他来自于我们中国的黑虎搏击俱乐部啊，他和张美丽啊是师兄妹的关系。好，再次恭喜张春雨，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注意看，美国擂台发生了一起人人都不想看到的擂台血案。美国400斤大力士被中国巨人一拳爆头，打断脖颈。赛事方第一时间将其绑上担架，当场抬走抢救，不料赛后却抢救失败，没有救活。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重磅级拳王大战。好，眼前的小胖子400多斤啊，就是美国选手兰斯。好，再看一下眼前这个好像一棵参天大树的选手，也是中国的巨人拳王董建军，人送外号泰山。虽然说董建军长得很高，但是眼前的这个小胖子兰斯并没有瞧得起我们，而且这个家伙还表示说呀，无论中国选手长得有多高，都是 A 揍的货，欠揍的货。还表示本场比赛打完之后会把董建军安葬在美国。好，观众朋友们，这哥们儿要把董建军打死啊！好，比赛马上开始，这是一场无差别的对局，双方的身高和体重呢都不成正比。我们在身高上有优势，但是体型上体重上应该是对方更胖一些。但我觉得打这个重磅级比赛啊，100公斤以上，那更高还是优势会更大一些，因为我们的视野更好啊，我们打击的范围和距离也会更远。好，这里废话少说，比赛已经开始，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眨眼，因为本场比赛绝对精彩。First time on TV, he is 5-8 with 2 draws, 3 KOs in his career. Work out there, guys. Work out. Wrestling coach. Work out. That you were there for his last fight where he was getting tagged early in the fight. And he was nailed with big overhand rights in the opening round of his last fight, and I think he was rocked by one of them. It took him about maybe towards the end of the second round, maybe the midway through the third round for him to really find his rhythm, get his jab going, and finally impose that impressive physique. 我们看比赛开始，董建军凭借身高和臂展上的优势，打的这个兰斯啊，只能不断的摇闪，只能是不断的躲闪。而且这个兰斯啊，他要比我们矮上半头之多。Deceptively quick, I would say. He doesn't lack confidence. 对方目前是不敢反击，哎呦，还真敢打呀！ Tonight alive. Just go to 董建军在一开局的进攻上啊，这个路线还是没有问题的。 the fights, get some 我们有身高上的优势啊，要打得凶狠一点， during the fights. 千万不能让对方啊打入到内围。 Personality in this morning's fighting meeting said he was not impressed with the giant. 要知道，董建军是要比张志磊啊还要高上很多的，也算是张志磊的师兄了。 Defensive holes that he says he saw by looking at some of Taishan's previous pro bouts.
Ralph Jose, wrestling coach at Hannibal Grange University, played college football at Silver Stockton in that area. He's just a small town kid, didn't really care much for California or Las Vegas. or Las Vegas. He did fight Deontay. Take a step back. Dominic Brazil. 这个兰斯有点顶不住了，已经开始频繁的搂抱。哦，可以看到是受不了了，因为吃到董建军的拳啊，就算是防守吃到，这也是吃不消。And he's coming off some inactivity. He actually broke his leg in a semi-pro football. Yeah, he's all over the place. Yeah, football game. So he sat out about a year. Yeah. Tyshawn mentioned of working with Buddy McGirt. McGirt understanding, explaining it's a project. Because Tyshawn started boxing literally a year ago. 好，最后的30秒钟，董建军，哎呦，什么情况？窒息结束了。我们看这个兰斯。这个美国选手已经是躺到了地上，已经上了这个脖子的护具啊，没有猜错的话，脖子被打断了，因为他现在脖子不能动。但是他400多斤啊，一会儿抬走，这也是个麻烦。好，上担架了，直接抬走。我的妈呀，董建军这一拳看来要打出事儿了，要打出命案了。我们看五花大绑，把这个兰斯啊绑成那个大闸蟹啊，直接抬走去抢救。好，后手的摆拳。好，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因为接下来的这场对局才是董建军的成名之战。那么这一次依旧是在美国，不过对手实力可就不一般了。好，他就是眼前的美国黑金刚，人送外号野兽的鲍勃·萨普。此人的实力相当之恐怖，徒手就可以捏爆一个完整的苹果。一个平底锅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块面饼一样，轻轻一捏，立马变形。就算是钛合金锅底，在他面前也是不堪一击。好，所以说这个鲍勃萨普的实力呢，你也看到了，的确是非常的强劲。好，两个人都是野兽啊，一个是泰山啊，一个是野兽。但不过我更相信是泰山压顶。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我们看，这个鲍勃萨普，哦，这个怎么躺在地上，好痛苦啊，非常痛苦。吃到董建军的拳啊，没有办法不痛苦，的确是很疼啊。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董建军，只用时不到1分啊，应该是1分钟不到啊，只 KO 了这个美国野兽鲍勃萨普。董建军的拳啊，打的的确是非常的重啊。好，观众朋友们，正所谓人红是非多，那么在董建军成名之后，但是来了非常多的挑战者，想要借着董建军的肩膀登上世界之巅。好，比赛开始了，看一下白色拳套董建军，黑色拳套啊，便是来自于伊朗的拳王阿卡巴尔。这场比赛跟以往不同，我们看这个阿卡巴尔的进攻打得非常凶。虽然说身高不占优势，但是这个家伙知道啊，打外围肯定输，所以说一上来呢就猛冲内围，就要和董建军啊来拼拳。想打中国的泰山一个措手不及，但泰山真的是身高体壮啊，所以他面对对方那种局部战场的进攻，应该说还是有足够的抵御力的。马立敏自己速度太快，都丢失了重心。要知道泰山目前是中国搏击界身材最高的2.06米。泰山压顶，泰山压顶喽！泰山刚才是抓住了机会，利用对方出拳之后紧跟着一次反击，单拳就将对手撂在地上，对手摇摇晃晃。卡片再给他独他示意还可以继续比赛。好，观众朋友们，这个阿卡巴尔的确很顽强啊，吃到董建军这么重一拳，竟然还没有投降的意思，还要打。这个比赛可以直接结束了。泰山，对。好，观众朋友们，那这场比赛董建军也是用时又是不到1分钟啊，不到1回合啊，轻松拿下了这个伊朗拳王，非常精彩。好，本期的视频精不精彩，好不好看？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对着屏幕不要忘记怼咕怼咕点2下。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하지만은 주먹을 명중시키고 카림의 머리가 통째로 꺾여 날아갈 뻔한 위험한 상황에서 심판이 这么多的观众为我加油，真的，我作为一个家乡人，我特别的自豪，而且特别为我们家乡骄傲，特别感谢你们。这是一场复仇之战，也是杨建平下手最狠的一场比赛。杨建平毫不手软，疯狂怒摔韩国名将，只因为在此之前，韩国选手金立硕手段太残忍，比赛中将中国选手严希波残忍地掰断了手臂。然而获胜后的金立硕见中国选手痛苦万分，竟然还一脸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中华猛虎杨建平看到这一幕，立马冲上擂台为同门师兄弟打抱不平。然而对手却当众怒推杨建平，完全没有把杨建平放在眼里。然而面对韩国选手的嚣张挑衅，杨建平丝毫不惧。还当众向金立硕下了生死挑战书，既分高低，也决生死。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韩对局。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镜头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他便是韩国名将金立硕。好，这家伙长得好像是个泡菜坛子，观众朋友们，尤其是他的脑型啊，这完全就是个泡菜坛子。好，这个金立硕非常的恶心，在上一场比赛呢，手段极其的残忍，将我们中国选手严希波，观众朋友们啊，活生生的掰断了手臂。然而这个小子啊，非但没有任何同情心，而且还当众得意洋洋笑了起来，嬉皮笑脸的表示中国人的胳膊像筷子一样脆弱，不经打。这一番嚣张的言论和嚣张的态度引起了我们中方选手中华虎杨建平的不满。没有错，眼前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中华虎杨建平。我们都知道杨建平打日本人打小鬼子非常的厉害，但观众朋友们，杨建平打起韩国人，打起这个泡菜选手那也是极为拿手的。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有一个特别之处，因为本场比赛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而是一场签下了生死合同、签下了生死状的生死之战。杨建平主动申请跟对方签下这个生死挑战书，既分高低，也决生死，打死不偿命，打死不负责。和这个古代比武呢差不多，只不过这场比赛呢并不是点到为止，而是打到废、打到服为止。好，注意看两位选手一上来，完全没有试探，尤其是杨建平。我们仔细看红色短裤，红方选手杨建平，人送外号中华虎。我看杨建平比赛开始火气，这个火气是非常的大。好，仔细看，处于上位的便是杨建平，现在处于下位的便是韩国选手金立硕。这个金立硕在韩国非常的出名，可谓是家喻户晓。但是观众朋友们，归根结底只能说这个韩国呀太小了，这个屁大点的地方，稍微一出名就全知道了。如果你在韩国一晚上腌了10坛泡菜第二天都有可能上新闻这个新闻会报道说你腌了10坛国宝，因为这个泡菜我们都知道是韩国人的这个宝贝。好，我们看两位选手现在的战况呢是非常的焦灼。虽然说杨建平拿到了一个上身位，但是他能做的事情非常的少对方的话是一个老树盘根而且我们注意看杨建平捂住了脸，这并不是害羞，而是怕对方把他帅气的脸庞打坏。因为这个杨建平的确长得非常的帅气。好漂亮，杨建平逆时针的一个旋转。这里我们注意看旱地拔葱，旱地拔葱又来一下。杨建平，观众朋友们，他的这个臂力太恐怖了。好，注意看这个金立硕赖到了地上，又耍起了韩国人专属的这个无赖打法。可以说有90%以上的韩国选手，观众朋友们都是这副德行。注意看，这个家伙还展开双臂挑衅我们。
好漂亮哦！这个低扫非常的重。咱们先来看，在战力水平上来讲呢，杨建平啊，明显还是要更胜一筹。因为这个杨建平呢，本身啊，他也是我们国家拳击队出身的。包括我们看杨建平的走位，他的脚下步伐都是非常的灵动。现在杨建平就是凭借这个灵活的优势啊，进进突出，哎，漂亮，过肩摔！我的天哪！杨建平这个出其不意的打法，观众朋友们确实太令人兴奋了。当然不得不讲，这个韩国棒子很抗揍啊，不会是棒子。看来这个棒子不是空心儿了啊，可能是实心儿了。我们注意看这个韩国选手金立硕的双手呢放得非常的低，这是种非常不尊重对手的一个表现。哎呦，漂亮！这个偷袭速度啊太快了。哎，又来了，观众朋友们又来了。哎呦，这么喜欢我们中国的这个地板吗？如果你很喜欢睡觉，一会儿让杨建平满足你。现场的裁判并不是很给力啊，这个时候应该叫停的啊，理论讲应该叫停。因为双方啊，我们注意看没有太多的一个动作，对方呢就是耍无赖，而杨建平呢也不想打地面。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了，但是看这个韩国选手啊，依旧是没有起来的意思。赶紧联系一个这个抓狗的、收狗的，给这个韩国选手给他抓走啊！好，观众朋友，比赛第一回合结束，非常的解气，但同时啊也有一点生气，因为这个韩国选手啊太无赖了，打得非常的恶心，非常的卑鄙。好，双方的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好，注意看，红方选手红色短裤杨建平，中华虎；蓝方选手白色短裤，就是上一场比赛啊掰断了中方选手手臂的韩国选手金立硕，他是一个韩国名将，非常的出名。好漂亮，这个侧踹非常标准，再来。这是我们中国散打里面的招式。这个金立硕他的这个战力水平看起来非常的愣，感觉他就像是一个这个大脑发育不健全的人，这个肢体啊都很生硬，感觉是有点像脑瘫啊，像中风了一样。哎呦，我们看杨建平打得非常灵活，很聪明。啊，这个金立硕呢想反击啊，但是呢找不着突破口，主要打不着，因为杨建平这个撤退速度太快。好，漂亮，偷单腿，这个时机抓得太准了，太准了！对方出腿的一瞬间啊，被这个杨建平啊抓住了这个机会。好，看一下，先属于上位的便是杨建平，下位的便是韩国选手金立硕。杨建平一定要小心对方的一些锁技，因为上一场比赛呢，这个我们中锋选手严希波啊，就是上身位的优势位，然而被对方啊抓住了这个掰手臂的机会。
好漂亮！哎呦，又一次！杨建平这个抓实心的能力和反应速度太快了，而这个韩国选手这个动作慢，速度慢。我敢打赌，观众朋友们啊，这个家伙绝对是这个泡菜吃多了，这个脑子吃的不好使了。这场比赛，杨建平让这个韩国选手们打得非常难受。这个金立硕很想来拼拳或者来拼一拼，但杨建平啊撤退速度太快了。我们打完就走，也是发扬起我们的这个游击战的精髓。第二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目前来看，杨建平呢还是有优势啊。这场比赛杨建平呢之所以要和对方啊签下生死挑战书，正是因为这个上一场比赛受伤的这个人啊是杨建平的师弟啊，同门的师弟严希波。那当然严希波也很厉害啊，那曾经有一场比赛12秒 KO 这个日本选手。这场比赛杨建平也算是出头。好，看一下双方的龙边对局。这场比赛实际上无论怎么看啊，感觉这个韩国选手的体型，我觉得都是要大于杨建平的。这场比赛可能是跨量级挑战的。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回合了，双方也是直接开打。第二个回合，两人保存了很好的体能，所以说到了这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到战力上明显打得更凶了，而且这个金立硕很着急，我们能直观的感觉到这个金立硕是有些这个慌了啊，着急了。好漂亮，单腿进入到地面。这一回合注定是本场比赛的高潮点。好的，杨建平再次拿到上位。这杨建平这个把对方啊拖到地面的招式可真多呀，还有10000种方法让对方进入到地面。而你看这个韩国选手他又来了，又躺在这块儿。我觉得实在不行我们就踹他的裤裆吧。虽然说不讲武德，但是观众朋友们，对待流氓你就必须得用流氓的方式。所以你看对方啊，就像这个爸爸不给孩子买玩具啊，这个儿子躺在地上哭。当然我们是爸爸，对方是儿子。好，双方又一次地面对局。本场比赛双方所有的这个地面战啊，杨建平都是拿到上身位的优势位。所以说本场比赛无论是打分啊，还是说按照压制时间来算啊，杨建平呢都是有优势的。好，又一次没劲儿了，双方的体能啊现在都是有着明显的一个下滑，不只是韩国选手，杨建平也是。哎，要小心，两位选手。哎呦，这个裁判多亏是比较及时。这是本场比赛裁判唯一的一次作用啊，拽了一下绳子。
哦，的确是没劲儿了。这个金立说，我们看啊，双手都已经是没有力气啊，在拿高了。但是他的意志力很顽强，依旧是追逐着杨建平。但是我们看杨建平依旧是很灵活。双手呢，这个站姿啊、抱架都是没有松懈。好的，再一次，哎呦，这个金立硕，我估计回去之后得苦练摔跤了，防不住，根本防不住。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了，一场长达15分钟的中韩对局。15分钟，双方打的的确是非常的精彩，但是无论怎么看，我相信啊，懂拳和不懂拳都能看得出来，杨建平的这个优势很明显。不止一次把对方按到地上，而且呢还有多次大力砸摔。包括在战力上，我们拳打得更准啊，分数也会更高。好，让我们恭喜杨建平啊！本场比赛也是为自己的同门师兄弟阎锡波报仇雪恨了非常精彩。让我们再次恭喜，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